2月底啊，对岸那个叫刘世芳的内政部门头头啊，算是彻底火了一把。不过他这个火吧，不是什么好名声，是被咱们国台办点着名儿，指着鼻子给骂火的。这个刘世芳是个什么成色呢？那是赖清德手底下搞台独的急先锋啊！这个老娘们这几年啊，那可谓是坏事做尽啊！对咱们大陆啊，那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对那些想要促进两岸交流的台湾老百姓、大陆配偶啊，那打压起来啊是毫不手软啊，简直是罄竹难书。早在这个2025年的3月啊，咱们大陆呢就把他列为台独打手帮凶了。到了今年的1月份，直接给他升级成了台独顽固分子，这算是彻底把他给定性了呀。可是你猜怎么着？这人呐，要是不要脸起来，那真是连鬼都不怕啊！这2天港媒爆出一个大猛料，说这个刘世芳啊，在台上天天骂大陆搞台独，转过头去呢，他那个亲外甥叫严文群的，居然跑到咱们大陆啊开公司，不仅是连开了3家公司啊，当了高管，还天天舔着脸呢向咱们大陆啊申请各种专项补贴，大把大把的捞钱。这捞完钱干嘛呢？这个严文群转手就把这个钱当成了政治现金，孝敬给他那个当官的姨妈刘世芳了。而这个刘世芳呢，那是来者不拒啊，笑纳了。哎呦喂，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那真是气笑了呀！各位，这叫什么？这就叫吃着大陆的饭，砸着大陆的锅呀！你一边在这个台上啊扯着嗓子喊抗中保台，一边在这个台下让这个亲戚啊到大陆闷声发大财。你在岛内忽悠这个老百姓啊当炮灰，你自己却拿着大陆赚来的钱在岛内买选票搞政治。这就好比啊，你们家邻居天天站在大门口啊骂你不是东西，但是到了饭点了，翻墙过来偷你家锅里的肉吃，吃饱了抹抹嘴，回去接着骂。你说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有这么无耻的双面人吗？2月27号，咱们国台办发言人直接放话了，正在依法依规查处，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一边赚钱一边砸锅。这话听着多解气啊！这就对了，对付这种不要脸的人啊，发现一个处理一个，绝不能手软。这次呢，刘世芳和他那个外甥啊，估摸着是要彻底栽了。其实刘世芳这个事儿吧，它也就是个缩影。你往大了看啊，整个民进党当局啊，从这个赖清德往下，哪一个不是在玩这种吃里扒外的把戏啊？咱们来算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啊，数据最不骗人了。你知道2025年两岸的贸易额是多少吗？3143亿美元。这里面啊，这大陆从台湾进口了约2307亿美元的东西，主要就是这个台积电的芯片啊、电子元件啊，而咱们出口到台湾的只有836亿美元。你拿这个算盘拨拉一下啊，民进党当局从咱们大陆手里面啊，足足赚走了将近1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1500亿美元啊，各位，这个不是1500块人民币啊！咱们大陆呢，依然是台湾最大的进口爸爸。你看看福建搞的那个14个台湾农民创业园，一年的产值轻轻松松突破35亿人民币。台湾的释迦果啊，一年往这个大陆啊卖几千吨啊，赚走了快1800万美元。那些台湾的小农小商人拿着手机用着移动支付，在这个大陆啊赚是盆满钵满啊。这本来吧是好事，咱把台湾同胞当成一家人，有钱大家赚嘛。可是这个钱到了民进党当局手里，他们干嘛去了？他们转头啊就把这个从大陆赚来的大把外汇啊打包送给美国人当保护费了。前脚刚拿着大陆的钱，后脚呢就抛出了一个1.25万亿新台币的天价军购计划，规模是史无前例啊！买的是82套海马斯火箭炮，420枚战区导弹，还叫嚣着要搞20多万架无人机，1000多艘无人艇。这个架势啊，是真打算把台湾岛变成一个大刺猬啊，要跟咱们死磕到底啊！赖清德这帮人啊，拿着咱们给的钱去买老美的枪，然后把枪口对准咱们，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更有意思的是啊，美国人那是真不客气啊，眼看着台湾啊从美国那边也赚点顺差，
美国这个黑老大就不干了啊，直接挥舞起关税大棒，要对台湾加征关税。结果呢，民进党当局那个膝盖是真软呀，扑通一声就给美国主子跪了。赖清德呢，慌忙献上了5000亿美元的高科技投资，还要买人家几千亿的商品啊，全面开放市场。那个谄媚的嘴脸啊，哎呦喂，看着都替他们寒碜。可是对咱们大陆呢，咱们把他们当家人啊，不仅没有加关税，还搞各种什么惠台政策，结果换来的是什么？是防贼一样的防范啊，是得寸进尺的叫嚣。哎，你看这次查处刘世芳外甥的事啊，台湾陆委会第一时间跳出来叫唤，说什么这是假称台独，实则是跨境镇压。台内政部门呢也跟着嚷嚷，说大陆呢干预民主治理，绝不动摇。嘿，哎，我真想一口唾沫送给他啊！你们家亲戚来大陆违规捞钱，被抓了现行，你还有脸倒打一耙？这个脸皮啊，真是比长城还要厚啊！他们为什么敢这么有恃无恐？其实说白了，就是笃定咱们大陆呢念着同胞之情，不会像美国那样子啊对他们动真格的，不会对他们下死手。他们这就是吃定咱们的善意啊，把咱们当成了没有底线提款机。那聊完民进党这帮名独啊，咱们再来看看岛内的另外一帮人，国民党。哎，这帮人演的戏啊，那叫一个魔幻现实主义。这2年啊，国民党在岛内啊玩的是什么套路啊？那简直就是精神分裂啊！一方面呢，他们派人啊跑到北京来，握手言欢，签了15份合作文件，金马旅游也通了，农产品也卖过来了，嘴上喊着9·2共识啊，说着交流有理，那是把经济红利啊实打实的装进自个儿的口袋，回去好拉选票。可你要是以为他们就此浪子回头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转过头去啊，在台湾那个什么立法机构里啊，遇到买美国武器的军购预算，这个国民党一开始呢是假装抹开面子啊，嘟嘟囔囔的说反对，结果临到投票了，哎，手一举，顺顺当当给通过了。这叫政治智慧吗？这叫左右逢源的滑头。你翻翻历史啊，从上个世纪的依附策略到现在这帮买办代理人，岛内这帮政客啊，他从来都没变过。他们就是想舒舒服服的躺在中美大国博弈的夹缝里啊，做一块两头抹壁的夹心饼干。美国人在背后是怎么使坏的？哎，嘴上喊着战略模糊，实际上就是军售经济学呀，用卖武器把台湾死死的绑上战车。这美国人呢支持台湾买武器是为了保护台湾吗？拉倒吧，人家那是为了制衡中国。台湾在他们眼里啊，连个棋子都算不上，顶多呢就算是耗材。国民党那帮人啊，还跑到东京去密会，想搞什么三角平衡。哎，我说这帮政客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们在几个大国之间走钢丝，真以为自己是那块料呢？可怜的是岛内的普通民众啊，这天价的军购预算一出来，超过70%的台湾民众啊都在质疑，这是不是拿着咱们未来的好日子在当赌注啊？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互联网这么发达，看着对岸的大陆呢，那是高铁嗖嗖跑，移动支付满天飞，日子啊是过得红红火火的，谁还愿意被关在信息茧房里听这个民进党忽悠啊？大家伙心里跟明镜似的啊，和平发展才是实打实的红利。哎，真要是有那一天炮声一响，那些高官啊早坐着专机跑了，第一个掉脑袋断胳膊的不还是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吗？那些台湾的企业家小农户是看得最清楚了，两岸融合那不是空喊的口号，那是咱们的饭碗、存款、退休金，那是子孙后代的未来啊。这个棋下到现在咱们大陆这边还能像以前那样干看着吗？当然不能了。媒体和专家早都呼吁了得打组合拳，法律的、军事的、经济的、外交的必须得一起上。新华社早就定调子了，经济红利和政治回报必须做平衡，绝对不能让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力量钻空子。这就是明确告诉岛内那些人哎，别想再玩政冷经热那一套了。谁要是敢在军事对抗上一条道走到黑，那就等着咱们关掉红利窗口吧。咱们既然能给你1500亿的顺差，咱们就能随时把这个阀门给拧紧了。以前呢，咱们老讲究会台，但是现在风向变了呀。
哎，你拿着咱们会台的钱去给美国人交保护费，回头呢还要造反，这要是换了脾气暴的，早就一个大巴掌扇过去了。我觉得现在有些网友说的对，或许真的是时候对民进党当局执行严厉的穷台政策了，断了他们的经济，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力气跳脚。咱们这边要是真的断供了，那就是给两岸的经济循环当头一棒啊！疼肯定大家都疼啊，但是不刮骨疗毒，这个病能好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咱们中国人的视角里台海的唯一出路就是坚持一个中国。老百姓要的是过安稳日子，要的是做买卖发财。只有这个极少数像这个刘世芳、赖清德这种数典忘祖的败类，才愿意去给美日当狗。对付这种吃饭砸锅的白眼狼就得像这一次查刘世芳的外甥一样稳准狠，断他们的财路，绝他们的后路，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饭不是那么好吃的，吃进去的吃到得连本带利的吐出来。行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哎，你觉得咱们是不是该下重手制止这帮数典忘祖的玩意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